川的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高市早苗，他真的是他太神了，他带领的自民党几乎是碾压式的一个胜利，不仅赢之外，还大胜，过了2/3这个修宪的门槛上面。而且这不仅是高市的意识展现，这更是全日本人，你可以看到，他是在大选当中去投票，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场选举对他们有多重要，而且这一场就是一个抗中的选举。这次选举不仅会改变日本的不管是政治、外交、经济上面，更是日本政坛的转捩点。你看到这一次在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他是怎么形容这一次选举？他说他看着看着，好像在看《孙子兵法》的感觉，他让他想起了过去1560年代，当时织田信长跟金川议员的统辖间之战。织田信长他曾经被形容什么？叫做第6天魔王。如果他今天用高市早苗跟织田信长来形容的话，那高市早苗是不是魔王呢？这魔王是谁眼中的魔王？是中国眼中的魔王。因为现在高市早苗就是崛起的抗中魔王，这魔王是让中国瑟瑟发抖，而中国气不气？他闷不闷？当然气，当然闷。但他们现在能做的都是一些很软弱无力的反击。他们找谁来下手？你看到第一位，他找到了日本的桌球选手张本智和过来下手。他们对谁下手？他们对宝可梦下手，他们对所谓的柯南来下手。所以你就懂一件事情，为什么中国的反应会这么大？中国为什么要这么酸？因为这一次的选举不仅是日本的胜利，而且这次选举我再讲一次，它就是一个抗中选举，而这个抗中选举可是让中国是相当害怕的。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评人员张宇轩，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这位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云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松哥，你看到今天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形容，他说让他想起什么？《孙子兵法》，他让他想起什么？这一次的选举，高市就跟织田信长一样。我刚刚特别讲哦，织田信长是被人家形容什么？第6天魔王。如果今天这模板套用在高市上面，谁认为他是魔王？中国把它视为什么？这是一个对中抗中的魔王，真的要崛起了。没错，这一次的日本的大选里面来说，最关心的其实是中国。为什么这样讲？中国一直不断的在增加这个柴火，一直不断的攻击这个高市早苗。就果然，高市早苗在昨天的选举里面夺下了316席，自己自民党就过了2/3 310的门槛，而且联合他的这个日本维新党的话，是拿到352，政权稳稳当当的。这是2战以来从来没有这样过的。对，所以现在对中国来讲的话，一个大魔王的崛起，中国认为他是大魔王，那对日本来讲是个女帝的崛起。我跟他讲，为什么对中国来说是个大魔王的崛起？因为这是很简单的来讲，第一个，中国知道现在这个所谓的高市早苗夺得2/3的，他会做什么？他要修改宪法，对，他要把自卫队改成国防军，他要松绑很多日本过去的捆龙锁，他会变成军事强国。这个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哇雷弹对，那尤其呢，我讲这一次的这个高市早苗，连那个日本人都说，像小池百合子东京都知事就说，哇，他在他身上看到了谁？织田信长的影子。为什么？因为织田信长在统辖间就是奇袭，突然之间呢下雨，这个天亮雨停，就开始出兵去攻击金川议员，把金川议员斩首嘛，获得胜利嘛。对，他就果断的动作很像是金川议员。另外一个，因为后来这个织田信长呢，他就在这个天下不武的时候呢，等于是说用尽所有手段，所以他被人家称为叫做第6天魔王嘛。那现在他接下来对付中国，或许也会用尽所有的手段。所以为什么对中国来讲的话，我会把它视为是一个魔王？因为这个大魔王，尤其崛起中的大魔王，又掌握这么大的权力。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绝对是一个不想看到的一件事情啊！钟哥，你看到这一些画面，是日本的民众在这一种大雪天，对这么冷的天气，我们上礼拜五也跟大家讲，高市早苗唯一的对手就是老天爷，就是天公伯。是，没想到大雪当中，所有日本人的气势、日本的信念都被激发出来了。没错，我就说中国真的是这一次激发日本投票率的最大的推手。为什么这样讲？2月9号那天刚好是日本这一波寒流最强的一天，冷死了，天气非常的冷，大部分连东京都下雪，还有包括京都很多地方都下雪。结果没想到这一次大家认为说大雪，如果在台湾下大雨的话，投票率一定差。对，这一次的投票率是58.4%，比上一次增加了11.2%。
28%，所以等于是日本人多了约莫是大概1/5的人出来投票，硬是要投给高市早苗。所以这为什么高市早苗会摧枯拉朽，这个所谓这个在野党会兵败如山倒，就是这么多人出来挺他，而且这么多人都是投给了高市早苗。所以你看，这整个过程里面，你看这是什么？这在日本的东北啊，因为我前一阵也才从东北，这个雪堆的比人对，我前一阵也才刚从新系回来，的确，他们下大雪之后呢，雪来不及除，你路上只有这样，对，但是他们还是跑出去，照样要盖给个高市早苗，或是盖给个自民党。你就说，要是我的话，我就觉得说，哇，这出去很危险，我会滑倒，不愿意去。好，那这是什么？这是在日本雪中排队。各位下雪的时候都可能是零下的温度，零下温度他们在冒着风雨在那边等，有人也要等20分钟、30分钟，要等1个小时。你试想，我们下雨的时候在外面等1个小时都已经快要受不了，更何况是下大雪的这个状况。然后很多人去投票完之后，你看。当时下着雪，天气很冷，但我还是去投票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去投票，我会后悔一辈子。后悔一辈子，对，后悔一辈子就要什么？表示说这一次的选举，日本人都知道是何其重要。对，这一次的这个选举来说，对自民党到底是多夸张？我跟你讲，他是赢到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赢成这个样子，自民党都不相信。为什么不敢相信？你知道高市早苗他。到这个所谓自民党的总部的时候，一直不断的这个别上采花，最后是316席。你知道316席原本还要比这个席次，自民党应该比这个席次更高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日本除了这个小区域的这个小选举啊，他们有政党比例制。对，结果赵文你知道吗？政党比例是屌高5村啊，他们提名的人还不够等一下，就是说以台湾过来说，对，我们不分区可能提名20个，对，然后结果他得到是25个，对，我这5名怎么办？对，因为他们简单来说，因为日本都有一个区，好，假设这个区的这个不分区名额是5个人，好，那我们自民党可能提个7个人到8个人，想说这一定会这个很难杀5个人，要全上很困难，就没想到居然就完全满了。满了之后呢，他就只好把这个席次让给其他党，全雷打了。对，否则的话，他的政党席次会更高。这是什么？战后之后呢，最强的一次的这个胜选，所以我才说高市早苗的权力是大到无法想象的这个程度。而且你看他说岛是4个区块合计14席，对，这不是什么1、2席问题，14席的人单名数不足，对，分配给其他政党，所以你搞不好赢到有胜，对，搞不好316你还可以再加14席上去，你就知道是多夸张的数字。还有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夸张到说，连候选人，连自民党都不知道说，那个3个人是谁啊？我怎么这样讲的？所以自民党这一次在北海道也大，这次自民党赢的主要是在东北啦、中国地区、北海道还有冲绳全部大赢。这是在北海道，北海道你看他们有个政党比例制，政党比例制你看中了14到15个，14这个春木町大家已经很惊讶，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只是一个北海道大学毕业的，然后这个当过这个社会的这个所谓官护员，他其实没有什么经历，他就是拿上去要陪绑的，就让他上了。那不止他上了，还有另外一个叫吉田有里，他也上了。对，那这个吉田有里到底怎么样呢？因为你看大家去找这个吉田有里是谁，就你看他在他的选举看板上面，吉田有里没有照片，因为大家想说他就是陪绑，他不会上，不可能上，就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除了姓名、出生年月日，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对于选民来说很重要吧？对，结果他一直到了当选之后，他出现了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他是吉田有里啊！对，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你就知道事实上这个赢到真的相当夸张。甚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这次日本大选，我们都说我们每次大选都有所谓的重要的观察指标。对，这次日本最重要的观察指标就是宫城这个第4选区，因为他是谁？这个身价千里。身价千里，他以前是一个写真明星，然后他以前也这个是赛车女郎然后后来转做这个政治那他一直在对决的是谁？安住淳。安住淳是在野党的大佬，对，而且是已经有约莫是10连霸。所以看，一个写真女星对这个10连霸的议员，你想都知道了，10连霸的议员怎么可能会输了？对，就没想到开票2分钟之后，他已经宣布当选了。因为为什么？假的？因为票数拉得太开了，安住淳一下就没有用了，就完全被击溃。所以呢，市场大家想，哇，这真的是太夸张了。连10连霸的，对，10连霸都被秒杀的，对，秒杀就发布说，他当选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安住淳来说就是非常这个难过，就是说他落选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事实上这个就是告诉你日本的选举这次到底是自民党赢得多夸张。好，还不止赢得很夸张，我刚才讲还有几个这个状况。第一个，日本的这个电视台在开票的过程里面就说，高市早苗看起来的话，他需不需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这个要不要改善跟中国？你看高市首相中日关系这个今后怎样？他大概就是在问这个问题老民大家看这个改善的
24%，对，没有改善的必要76%。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得很清楚，对这不仅仅是日本人的政治选举，对这一场就是一个抗中的选举。对，好，那抗中选举来说很有意思哦。我们从高市早苗的选区就看得出来，高市早苗是奈良2区哦，对他这次得票率是全日本小区域最高的，他得了88.7%。对，然后呢，他跟他对抗的是池田英子，他刚好是共产党，所以你看自民党碾压共产党，真的是碾压，对，88.7对11.3，对，所以呢，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好，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吗？很多这个在野党的大佬，我们刚才讲安住纯不是挂掉了吗？对，选出了，对不对？还有谁选出了？还有包括枝野幸男，他之前也当过日本的非常重要的官员啊。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叫做冈田克也，对，冈田克也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为什么？我跟他讲，冈田克也他在三重区，他是个非常重要，他是永旺百货就是他们家的哦，所以他过去就是很轻松。高市长这次不是说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吗？他就是在回答冈田克也的问答的时候讲出来这段话。冈田克也原本是很轻松嘛，他想要去瞄他的对，没错，就瞄成反向之后，就反正他这次落选。我就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他是这个所谓在野党人最重要的亲中人士之一。好。那因为今天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冲绳。为什么冲绳很重要呢？冲绳在这一次来说的话，自民党拿下了4席，全部的4席，这全部都是自民党。好，那我们看过去冲绳呢有一个叫做全冲绳的这个连线，全冲绳连线是什么？就是冲绳在地人的，那他们大部分都是反美军啊，然后这个反驻军这样一个状况，就没想到这是全败。那全败意思是什么？搞不好过去冲绳呢，因为很多居民跟什么美军有很多冲突嘛，对，所以他们其实对美军是有一些抗拒。可是他们这一次全部都赢，那什么意思？票都是自民党。对，那什么意思？表示民众似乎是也能够接受美军在这边 OK， 对，自民党的强军也 OK， 因为他们很多飞弹都布在这个地方，对，好 OK， 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讯号的改变。我们有时候看结果，你就从这些讯号蛛丝马迹就看出一个端倪。好，所以在今天的日本股市里面，今天日本股市一度涨了5%，涨了2000多点。好，最后也是涨了大概约莫快要4%。你看今天日本大涨了川崎重工，对，然后 IHI 这个公司你看也涨了大概8.67%，三菱重工也涨了大概约莫是3.15%，都是军工股。对，今天日本的军工股也出现一个大涨的这个状况。好，所以讲日本现在似乎是大家闻到一个日本要崛起的味道，所以我在说这时候呢，中国就这个非常瑟瑟发抖嘛。可是问题是。现在对中国来说很尴尬，他们不敢这个公开的回击这个高市长嘛，他现在就是说这样，中国军网就开始在那边微博号，他们就说，你看什么宝可梦、柯南、张本智和被中国军网点名啊，他们的勾当，对，没错，他就说他们呢一直不断的在这个辱华，好，他就说，譬如说，你看，他说日本的右翼透过体育还有演艺偶像。动漫等等教科书，以及日本青年喜爱的形式，灌输歪曲的这个历史，旨在这个从根本上截断真实历史的记忆，为复活军国主义埋下伏笔。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应该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在文化体育领域的这个渗透。对，所以呢，他就讲这样。好，那他讲了谁呢？他讲的就是张本智和。好，为什么要讲到张本智和？第一个打桌球的也要去动人家，因为第一个他是规划，他是中国人规划到日本籍的。哈，再来就是说，张本智和的确也有挑战中国桌球队乒乓王国的实力。对，所以就骂他为什么？因为他很显然就是叛国贼了。他们很多中国人把他讲成叛国贼，因为他中国规划日本的嘛。哈，所以他就变成是出气筒。好，为什么说？因为他做了这件事，这是张本智和，他跟他们之前的前队友叫石田家纯的，他们两个去参拜什么？他们去参拜这个神社，什么神社呢？东乡平八郎的东乡神社。对，他那为什么要骂他？因为东乡平八郎，如果大家知道非常清楚的话，他就是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当时日本海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将领嘛。那后来包括说像日俄战争啊，还有包括很多战争里面都有他的影子。对，所以他被认为叫做日本的海军之神。就你去参拜他，八国联军你去参拜他，所以呢这就是辱华嘛。你看胡锡进也出来讲啦，他说是日本这次的选举的重大改变是日本这个岛国内部的自娱娱乐啦，对不对？他就说高市早苗无论你当了几年首相，你就大不了你想要当的这个柴契尔夫人啊，她不是铁娘子，而是搅屎棍啊！讲了什么东西啊？这句话太好笑。这是日本岛国内的自娱自乐，对啊，不然人家选举关你什么事啊？本来就是啊，你急什么？我们台湾选举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视为是我们自娱自乐，我们自己玩啊，那跟你什么事？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胡锡进已经骂到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骂什么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跟你讲，
最近这个中国已经根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好，那我们最后再回到说，事实上日本人怎么去看这一次的这个所谓这个高市首相呢？第一个，刚才我们不是讲吗？这个所谓东京都知事说他是很像织田信长，对，他很像统辖间之战。好，那统辖间之战是什么呢？我们当年的时候，这个织田信长他在这个尾张崛起的时候，他的旁边的时候有一个金川议员，他要上洛的过程，他的军队比他更大。那结果没想到这个所谓的织田信长一直躲到最后，他觉得时间成熟的时候，在这个凌晨的时候就下雨停出兵，马上就奇袭来，在统辖间这个地方就直接斩杀了金川议员，然后迈向他的夺取天下之路。这次的这个高市长呢也很像，你看哦，他在1月23号宣布要改选，到他这个整个选举只有10几天的过程，他也是快速的奇袭之后，然后获得大胜，所以这个脚步、这个动作都非常非常像。所以跟你讲，会让人家觉得说，他有一点点当初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第6魔王的架势。那这个我就讲，这个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心腹大患。国正，我们只能说这次高市赢的真的是完完全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原本以为赢很多，对不对？没想到会赢到这样，连自民党自己人都觉得怎么可能会赢到14名、15名，他到底是谁的这样状况？但是今天又凸显一件事情，在野党输更惨了，尤其是什么？只要跟亲中派是有关系的，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个人，冈田克也。冈田克也是亲中派非常非常的代表之一，连冈田克也这种赢了10几次的都落马了。没错，这次呢，日本的民意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震惊，真的是一场抗中反中的真的是一个表现出来。它让日本人质疑的是，他经常在制造在中日关系恶化的时候，可是他家族的事业反而在中国蒸蒸日上，而且似乎拥有免死金牌。每次极端对立的时候，每次中国说要对付日本的时候，他们家族的永旺超市都没有事情。而且你看哦，他是怎么形容？他被日本网友形容说，他是拿日本国安换取家族企业在路平安的典型政客，就是说你根本是来卖国的。所以你在日本的翠就会看到这句话，日本的看到直播的时候说，冈田克也可能会落选，很危险的时候，你看当初日本网民他们自己怎么说？自己在翠留言全国大家，冈田克也滚蛋了，请称赞我们。我们做得真好，我们终于让这个人给下台了。那为什么他会质疑他是这样？你看他的行程就可以看出来，他在质询高市的时候，他在3月20号的时候跑到中国去访问，还特意跟中国说：“我们日中关系现在非常危机时刻，需要我们这样的信赖关系。”奇怪了，很多事情是你制造出来的，你怎么跑去说我们要推进双方友好？重点是，而且这个是谁？这个是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宣部长李书磊。哇！在这么最危险的时候，这么危急的时候，你过去中国跟人家握手言和。如果你是一个政党代表或为国家利益，你干嘛跑去让中国中宣部作为宣传的样板？这代表什么？你只是人家的宣传工具，谈的没有什么实际利益，而是共产党宣传的样板。对，好，再往上一次推，为什么日本人会质疑他？上一次推是2024年的8月29号，他又去找中共中央的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又是一个统战单位，然后去建立什么立宪民主党？为什么这次立宪民主党也会输得这么惨？跟这个事情也有关。你看一次又一次，然后联络是什么？双方要建立合作关系，跟共产党交流合作辩论路一样。就是变成人家的宣传跟统战工具，所以这样质疑他不是没有道理了。日本人是把新闻连出来，那我们来看，这个是去年11月27号，他家族的永旺超市在长沙店开幕了。为什么要特别讲11月27号这个时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是11月7号引爆的。你知道我们那几个礼拜，我们每天在讨论中日关系非常的紧张。日本中国不是一张我要修理日本吗？对，一直在讲这句话结果超市开幕的时候，竟然人这么多，然后在中国你查不到，永旺超市在长沙开幕，你查不到什么我们要抵制它，我们要修理它，我们怎么让日本人在这里开超市呢？结果是人潮汹涌，生意超好。他们永旺集团早在1996年就开始开了第一家超市，在广州天河区集之岛的超市。从那时候开始，
整个中国开始一路往前推进，一大出，所以网络就说一样都有望哦，你都做的事情差不多，永旺集团就逐步开拓，对，到现在整个中国开了70家超市，20多家的大型卖场，像这个青岛我去过了，就在海岸旁边，真的就像我们台湾的大型购物广场一样。非常的大，里面有超市、有百货，各种的消费娱乐都有在里面，对，发展的非常好，甚至还推了自有品牌叫特惠优，甚至我们去抓出来哦，它到2022年了，能够看得到财年，它整个永旺集团在中国营收有500亿人民币，2000多亿台币，占整个集团营收12%，也就是说。永旺集团很大一部分的事业都在中国，所以就会被人家质疑说，他根本是把家族的利益置于日本国家国安之上。好，下马了还有一个人就叫小泽一郎，甚至他其实是左右日本政坛的。他1993年的时候，对日本的首相宫泽内阁，他那时候是自民党哦，脱离自民党提出不信任的倒阁案。结果是日本第一次政党轮替，也就是说所谓的55年体制，就是1955年自民党开始执政以来第一次被推翻，没想到连这一号人物都落选了。那为什么会落选？我们又回到他到底做过什么嘛？2009年他操作所谓的选举。他们搞来搞去，很会搞选举的小泽一郎被称为选举之神嘛。09年的时候，他们选赢，取代自民党成为执政党。他带了多少人去见胡锦涛？你知道吗？带了130个人去见胡锦涛，然后在那边握手，握得很开心。143个国会议员，胡锦涛每个平均握3秒钟，甚至那时候冈田克也还跟习近平握过手。他们这一次全部落选，代表什么？日本民意大幅改变。那为什么这样民意改变呢？我们来看数字，看数字就要看出来。不是过去1年都说我们要修理，中国要修理所谓的日本的渔产品、农产品吗？结果日本农产品、食品出口还是创下历史新高，出口金额达到1.7兆日元，大概109亿美金，成长13%。结果谁变成日本出口第一大国，农产品出口第一大国？美国。又告诉你证明一件事情：世界没有中国，你中国惩罚我干嘛？我还是有别的地方，跟台湾的产品一样。现在日本跟美国都成为。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农产品的出口国，跟我们一样啊，最大出口国又变成了所谓的美国。再来不是修理观光客吗？结果日本的交通省统计数字出来了，日本的观光客不仅没有下滑，还创下历史新高，已经前年才3700万人，现在已经达到4270万人。所以等于是这一次，不管是农产品，甚至是所谓的旅游方面，为什么日本人敢投下自己的票？为什么高市长他可以那么原来脱中跟中国来脱钩没有那么难啊，我还是活得好好，而且我活得更好啊。对，证明一件事情是我们没有中国，日子反而过得更好。廷辉，我们刚刚特别讲一件事情，高市长这次能够碾压式的大胜，你形容哦，这很像什么？过去明治维新是日本非常重要的转捩点，那时候有黑船开来，黑船是美国船开来，结果日本人吓到，就开始有明治维新这件事情。而这一次的选举，你也形容它等于是明治维新的2.0，这个黑船不再是美国，是中国，是中国助攻了这一次。高市才能够大胜的。对，而且中国不止开黑船来，是开了幽灵船来。幽灵船为什么开幽灵船呢？你看了嘛？高市早苗只是告诉你说，如果你军舰去围台湾的话，我日本自卫队就会去协助台湾，不是吗？对，涉及到日本的存亡危机啊。那你今天中国你军舰开到台湾来，你绕台湾，你封锁台湾海了吗？还没做嘛，人家是告诉你说。日本存亡危机的情况之下，然后呢，我就会来处理这事情。结果你因为他讲了这句话，你就去搞日本，就俩拱了，就抓狂了，观光客不来了，水产品抵制了，然后杂七杂八，然后打嘴炮弄了一大堆东西之外呢，结果你今天骂到日本人整个觉醒了。对，因为知道我们讲黑船来的时候是怎样，日本发现说，不对啊，我以前那种所谓的幕府制度，那后来就形成所谓的大政奉还，然后让日本的明治天皇能够统治这个天下，统治日本，然后就这个整个就起来了。同一个时间，中国也在搞什么自强运动啊，他们什么光绪皇帝是一样的啊。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你又很多人提到这次选举，中国根本就是一个非常高度的助选员，对啊，特别是习近平的助选啊，拉高了这高市的这个行情之外呢，你同时间也让日本整个民众来讲的话觉醒起来了。所以你这不是黑船是什么东西？所以今天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当初把它拉出来的，把小泉进次郎
把他压下去的那个就是麻生太郎。对，而这个所谓的造王者，这一次他也连任，也当选了。所以这个麻生太郎真的蛮有趣的哈，他真的是慧眼识英雄。在安倍之后，后安倍时代来讲的话，当然他也跟安倍关系也非常好。最后决心挺这个高市早苗，显见他的眼光是对的。这一号人物高市早苗的确可以让日本人感动。那为什么呢？其实啊，麻生太郎他的祖先啊，也是明治天皇的三杰之一。哪三杰你知道吗？就是西乡隆盛啊、幕户孝允，还有这个大久保利通。对，所以大家都听过大久保利通了。当然，后来对他的评价，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麻生太郎的高祖父是大久保利通。对。所以其实那个麻生的家世也是蛮显赫的哦，不只是所谓的他的上一代有人当过首相之外，他其实他就更早之前回到明治维新的时候，有这个显赫的贵族家族的知识。所以你看到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呢，你看到记者访问他的时候说，如果这个未来来讲的话，你想成为什么样的这个政治人物哦？他说他想要成为一个不会带日本走错路的人，就算被讨厌也没关系。所以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今天他该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他今天押对宝了，押这个高市早苗。那高市早苗现在准备要对日本做更进一步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的慧眼识英雄哦。那同时间，你看到当时他35岁的时候，麻生也这个代表这个日本队呢来参加这个射击比赛，在世界奥运会。奥运呢？对，奥运会参加射击比赛。麻生太郎是奥运的射击代表国手。那后来麻生也担任过首相嘛，然后现在来讲的话也是造王者，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文武全才。更重要的是，你看他毛笔写得多漂亮。对，那个你看到这一幅这个字帖当中呢，它旁边还有写“天下为公”这样的一个字眼哈。所以其实他的这个毛笔字也写得非常好哈。其实安倍晋三也写得不错啦哈，但是麻生看起来就像草书一样，有那个王羲之的风范在里面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日本现在自民党内已经团结在高市早苗底下。对，那当然高市早苗未来可能对日本政局造成影响，它不仅仅只是打趴在野党而已，他在自民党内来讲的话，也打趴各派系。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